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15年逆袭，吃23个包子沙漠翻滚17次，终成百亿影后细节控。凌晨4点的横店影视城暴雨倾盆，浑身湿透的群演姑娘攥着2块钱的包子躲在屋檐下。道具组的老师傅瞥见她发紫的嘴唇，随手扔了件救军大衣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小丫鬟，15年后会成为手握白玉兰奖杯、扛起100亿票房的顶流女星。2006年金婚片场，19岁的赵丽颖捧着刚买的演员的自我修养，在零下10度的雪地里反复练习同多多被继母长乖的戏份，脸被扇得通红时，她突然拉住导演郑晓龙：“您说农村姑娘被打时会不会本能地缩脖子？”这个细节让原本只有3集戏份的养女角色，意外变成了贯穿全剧的关键人物。在苍穹之卯剧组，她白天演着连名字都没有的丫鬟，晚上蹲在监视器后面偷师。田中裕子的微表情管理。当副导演发现这个总在道具箱上写画画的姑娘时，他的笔记里密密麻麻记着：清朝宫女走路时手帕要握在第3指节，见到主子退步要左脚先撤。这些细节后来都成了《陆贞传奇》里教科书级别的礼仪范本。2013年《陆贞传奇》开机前3天，于正接到赵丽颖长达20页的手写信。这个被全网群嘲圆脸演不了女主的姑娘，用考古报告式的研究还原了陆贞从8品女官到宰相的27次服饰变化，甚至标注出每个关节对应的头饰重量。拍摄期间，她每天提前2小时到片场练习踩15厘米的木质高机，脚踝肿得穿不进细鞋时，竟想出用保鲜膜缠住肿胀处继续拍摄。花千骨吃包子的名场面背后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当时36度高温下，赵丽颖连续吃了23个道具包子，直到胃痉挛被送医。制片人后来在采访中透露，道具组准备了塑料包子，但他说真吃才能让观众听见咀嚼声。这种近乎偏执的较真，让花千骨创下中国周播剧最高收视纪录。当流量明星们扎堆参加综艺时，赵丽颖在《楚乔传》沙漠戏份里拖着高烧39度的身体，在风沙中翻滚了17次。替身演员举着伞想替换她，却被拒绝。楚乔的眼神里要有沙粒刺痛的感觉，这个没法演出来。杀青那天，武术指导在他脱下的护具里倒出半碗沙粒，在场所有人集体沉默。风吹半夏的钢场戏码让观众见识到什么叫疯批演技。为还原90年代女企业家的沧桑感，赵丽颖主动要求每天用粗盐粒抹手，3个月下来指纹几乎消失。最震撼的是醉酒戏拍摄时，她真的空腹灌下8两白酒，摇摇晃晃走到监视器前问导演：“现在严厉的血丝够不够真实？”白玉兰奖后台有个鲜为人知的细节，当颁奖嘉宾念出赵丽颖时，她正在用手机查看第20条的法律条文。工作人员后来透露，当时她刚结束连续48小时的庭审资料研读，眼里还带着熬夜的血丝。这种随时切换角色的能力，让合作过的律师顾问都惊叹。他讨论正当防卫构成要件时，比我带的实习生还专业。最近狗子偷拍到的画面令人心酸。凌晨收工后，赵丽颖独自在房车里对着镜子练习酱园弄的上海话台词。工作人员说她已经这样持续了4个月，甚至把3岁儿子也教会了说农好呀。粉丝们这才惊觉，那个被炒土味出身的姑娘，早已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完成了阶层跨越。站在2023年金鸡奖颁奖台上，赵丽颖握着奖杯的手指关节处还贴着膏药，这是拍摄与凤航武打戏时留下的永久性损伤。她却笑着说：“
每个茧子都是角色给我的勋章。或许正是这份把野心写在脸上的坦诚，让他在离婚风波后反而迎来事业巅峰。毕竟，观众永远会为拼命三娘的故事买单。